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为什么谭松韵比任嘉伦资源好？为什么谭松韵比任嘉伦资源好？深入剖析明星背后的人气密码。在娱乐圈这个风云变幻、竞争激烈的舞台上，资源的倾斜从来都不仅仅是运气的产物，而是人气、口碑、演技、商业价值、人脉背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。近年来，随着电视剧《锦衣之下》的热播，主演谭松韵和任嘉伦的知名度双双上涨。但在之后的发展轨迹中，许多观众逐渐发现，同为《锦衣之下》的主演谭松韵似乎在影视资源、商业代言、曝光机会等方面稍稍领先一步，似乎站上了更高的台阶。这是否意味着谭松韵比任嘉伦更红？又或者说，他究竟凭什么能够在激烈的资源争夺战中略胜一筹？本文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谭松韵资源优势的来源，并对比任嘉伦的现状揭示背后的明星人气密码。人气与口碑的积累，谭松韵的逆袭之路。谭松韵并不是一夜成名，作为一名童星出道的演员，她早期在《甄嬛传》中饰演的纯贵人虽然戏份不多，却因其清新自然的表现收获不少关注。此后，她凭借《最好的我们》正式打入青春校园剧领域，扮演的耿耿成为无数90后、00后心中的青春缩影。而真正让她人气爆发的，则是和任嘉伦合作的《锦衣之下》。该剧播出期间，谭松韵饰演的袁今夏俏皮、聪慧、情感真挚，与任嘉伦饰演的冷面锦衣卫陆毅形成强烈反差 ，CP 感十足。不少粉丝被她又萌又飒的形象圈粉，甚至形成了庞大的今夏女孩粉丝团体。她的微博、抖音等平台粉丝迅速上涨，人气稳步攀升。更重要的是，谭松韵的热度从未仅仅依赖一部剧，她后续主演的以家人之名、请叫我总监、归路等剧，题材多样，角色层次丰富，不断巩固她演什么像什么的好演员形象。2024年，谭松韵更是荣登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，再次验证了她的影响力不止于娱乐圈，更扩展到了社会影响领域。这份荣誉不仅象征着她的商业价值，也说明资本市场与大众认可度的双重肯定。演技扎实，是她立足的根基。娱乐圈不缺花瓶，也不缺偶像，但真正走得长远的，一定是靠实力说话的演员。谭松韵的演技早已不是新鲜话题，无论是校园小女生、职场精英，还是家庭伦理剧中的情感担当，她都能游刃有余地拿捏人物情绪，展现细腻内心。而相比之下，任嘉伦虽然因古装剧《大唐荣耀》《周生如故》等收获大量古偶粉，但在角色选择上略显局限。他的形象多为冷峻、沉稳的男主，尽管具备一定辨识度，但角色多样性相对不足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接戏的广度，特别是像现实题材或职场、都市剧转型时，观众的接受度不如谭松韵高。演技的广度与深度，决定了演员能否获得更多元化的剧本与机会。谭松韵在这一点上，无疑更具优势。冻龄外貌加亲和力，天生的路人缘收割机。谭松韵的娃娃脸几乎成了她的招牌。30多岁的她仍然拥有学生般的外表，这使得她能够轻松演绎从18岁到30岁不同年龄段的角色，大大延展了她的戏路。而这种冻龄感也使得观众对她产生天然的好感与亲切感。她在公开场合中总是笑容满面，言语温和，从不高调炒作，几乎没有负面新闻。这种人设清爽的明星在当今鱼龙混杂的娱乐圈尤为可贵。即便是接受采访，他也总以谦逊、真诚的态度面对镜头，这使他赢得了大量路人粉。
而任嘉伦虽然帅气有型，但由于早年结婚生子的消息一度导致部分粉丝脱粉，加上个性较为内敛，不善炒作，导致他在社交平台的活跃度与曝光率相对较低，也一定程度影响了他的商业热度。经纪团队与情感纽带，方小叶的无条件支持。一个成功艺人的背后，一定有一个优秀而稳定的团队。谭松韵签约于北京华星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，而他的经纪人正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方小叶。两人不仅是上下级关系，更是相互信任、彼此扶持的亲密闺蜜。尤其是在谭松韵经历母亲离世的那段艰难时光中，是方小叶一直陪伴在她身边，鼓励她、照顾她，帮助她重新回归工作。这种深厚的私人情感，使得经纪人与艺人之间建立了不同于普通职业关系的强烈信任感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方小叶在为谭松韵选择剧本、洽谈资源时，更加用心、果断，不是盲目追求流量，而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，为她打造口碑与商业双赢的路线。而这种稳定的团队支持，也是任嘉伦所相对欠缺的部分。谭松韵的商业价值全面爆发。从代言品牌数量来看，谭松韵在过去3年中逐步上升为时尚与日化品牌的宠儿。她代言的产品包括国际护肤品、国货彩妆、饮料、家电，甚至还参与多个公益项目，出席多个红毯时尚秀，频繁登上杂志封面。2024年，她还成为某奢侈品牌中国区代言人，这在一众85后、90后小花中极为罕见。而她所代言的品牌销售转化率也相当惊人，多个合作品牌在活动期间销量上涨超过200%，直接反映她的带货力与国民度。相比之下，任嘉伦的商业代言虽然也有稳定合作，但多集中在男性消费品领域，且频率相对较低，媒体曝光度也不如谭松韵频繁。两者的商业影响力差距，也从侧面印证了谭松韵资源更优的现实。任嘉伦的困境，红了角色，难红本人。不可否认，任嘉伦的确拥有深厚的粉丝基础，尤其在古装剧领域颇具号召力。锦衣之下、周生如故、一生一世都是口碑热剧。然而，从他近年来的发展看，似乎陷入了剧红人不红的怪圈。他的角色令人难忘，但现实中的任嘉伦却少有参与综艺、时尚、公共活动的机会，导致破圈能力受限。他在微博、抖音等平台的运营较为保守，缺乏与观众之间的频繁互动，形象较为封闭。而这一点，在当今娱乐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。一个演员不仅仅要演得好，更要懂得如何维系热度，如何在剧外保持存在感，才能吸引资源源源不断地向自己倾斜。资源背后的真相，人气决定未来。综上所述，谭松韵之所以资源优于任嘉伦，表面上看是因为人气更高，团队更强，演技更稳，外形更具优势，但实质上是他在过去数年中对职业生涯的清晰规划，对自身定位的准确把握，以及始终如一的努力积淀。娱乐圈的规则很残酷，也很现实。一个演员能否获得顶级资源，不仅取决于一部剧是否爆红，更取决于爆红之后能否持续经营热度，并最终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影响力。谭松韵做到了这一点。她不是昙花一现的幸运儿，而是一步一步踏实走出的优质演员。而任嘉伦虽然也有不少代表作，但在长线发展战略上仍需突破。尾声，期待双赢的未来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本文并非贬低任嘉伦，而是希望透过谭松韵资源优越的背后，揭示明星竞争中的真实逻辑。任嘉伦依旧是实力演员，未来若能加强个人运营，拓宽戏路，也有望实现质的飞跃。娱乐圈不缺红人，但缺的是能够长红的优质艺人。而谭松韵
正走在这条稳中求进的道路上，为自己的未来争得了更多主动权。他的红不是偶然，而是注定。